安吉丽，一个漂亮的大学新生，突然消失了。最后一次有人看到她是回家过春假，然后她就莫名的失踪了。一场大规模的搜索随之展开，警方在她位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家的附近展开了扇形式的搜索。在查看了数百条线索后，他们首先怀疑她多年的朋友科里，他就住在这条街上。警方很快对科里进行了审讯，并在盘问他几个小时后丢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他们在他家找到了安吉丽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时穿的外套。不过科里表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他不承认杀害了安吉丽。有个非常奇怪的情况，这件外套并不是警方直接在科里家找到的，而是安吉丽的继父卫斯理发现的。不过很快警方调查发现卫斯理说谎了，是他闯入了科里家，并把妓女的外套放在他的家里。随后卫斯理因故意干扰警方的调查而被关进监狱，不过他依然坚称科里跟安吉丽的失踪脱不了干系。尽管卫斯理为了迷惑警察故意在科里家放了妓女的外套，可是警方在调查后彻底排除了科里的嫌疑。这个案件发生后，媒体记者蜂拥而至，安吉丽的妈妈在她家门口对着记者大发脾气，她要求所有记者离开，尊重他们的隐私，她不希望被打扰。不过与此同时，她的丈夫却在监狱中接受采访，坚称自己是无辜的。几周后，安吉丽的继父卫斯理在另一次采访中再次声称自己无罪。他说，安吉丽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，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去伤害她。警方密切关注卫斯理在多次采访中的谈话，希望可以从他的话语中找到安吉丽是否还活着的蛛丝马迹。失踪1个多月后，警方的调查发生了悲剧性的转折。安吉丽的遗体在离他家40英里远的一间空房子的后院被人发现，这个地方长满了高高的树木和杂草。可是这个18岁的女孩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呢？这个疑问困扰着她的家人和朋友。法医的鉴定结果显示，安吉丽死于急性药物中毒。不过卫斯理坚称女儿从来不会滥用药物，他认为安吉丽是被人谋杀的。随后警方又调查发现，卫斯理在一家管道公司工作。在安吉丽失踪的当天，他工作的地点离现在发现尸体的地方非常接近，这给警方留下了很多质疑的空间。然而面对警方的质疑，卫斯理表示这只是巧合。那么这是卫斯理在说谎，还是这真的仅仅是巧合呢？安吉丽是吉尼亚州朗伍德大学的一名漂亮的大一新生，在春假回家时失踪了。经过大规模的搜查，警方在一所废弃的房子里发现了他的遗体。他的继父卫斯理因他的失踪而被捕，但坚称自己是无辜的。这一天，他还在监狱中含泪朗读了为纪念安吉丽而写的诗。诗的内容就是表明自己是如何痛彻心扉地怀念安吉丽。尽管卫斯理声泪俱下，似乎表现得悲痛异常，但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，不利于他的证据越来越多。警方调查人员从未正式指控卫斯理为嫌疑人，那为什么他会被关进监狱？在新的联邦法庭文件记录中可以看到，他不仅仅是因干扰警方调查和非法持有武器而被判重罪，警方还认为他绑架了安吉丽。记录中显示，警方在逮捕卫斯理前曾经花了1周的时间暗中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他们看到他疯狂地驾驶车辆，刻意改变穿着，有时甚至会戴着面具遮挡自己的脸。警方掌握这些信息后，对卫斯理产生了更多的怀疑。随后他们搜索了卫斯理当时居住的旅馆房间，在这个房间里他们找到了大量的证据。在房间的空调通风口处发现89毫米口径手枪的弹药、胶带以及一些药物残留。经过检验，这些药物跟安吉丽身上检测发现的药物完全一致。可是卫斯理继续声称自己没有伤害安吉丽，这些东西是别人放在那里的。他这是在暗示警方栽赃陷害吗？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卫斯理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又承认了这些武器是他的，但他也继续表示自己是无辜的。
警方很快又掌握了一个确凿的证据，他们核查了卫斯理车里的 GPS 记录。他之前曾对警方表示自己从未去过发现安吉丽遗体的那所废弃房屋，但调查人员在通过查看 GPS 内存储的跟踪记录后，揭穿了他的谎言。他们沿着卫斯理 GPS 记录的路线前进，最终从一条小路上直接来到了发现安吉丽遗体的房子边。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卫斯理，他的妈妈依然表示支持自己的儿子。他认为儿子不可能伤害安吉丽，只是被人陷害了。目前卫斯理还被关押在监狱里，不能保释。他面临着一长串跟这个案子有关的指控，包括持有毒品。日前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，他已承认了一项非法持有武器的指控。可对于谋杀安吉丽的罪名，他还是拒不承认，并宣称一定会想办法找出真相，为安吉丽伸张正义。